值得注意的是，拜登虽然不去韩朝非军事区，但却访问了位于京畿道巫山的韩国空军作战司令部航空航天作战本部，成为第一位访问韩国作战中心的美国总统。位于巫山驻韩美军基地地下掩体的作战本部，是朝鲜半岛战区内航空航天作战的指挥控制中枢，实际上也是韩军的战略司令部。作战本部负责控制朝鲜半岛驻韩美军空军资产。在非战时状态下，也可以识别进入半岛领空的所有飞行器，并立即采取应对措施。拜登参加这个地方，我觉得它也是一个信号啊，不但是对朝鲜，也是包括对地区其他国家的一种信号，就是美韩同盟、美韩两个国家决定在这方面能够采取一些协同的这个动作，来应付他们所谓眼中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如果说拜登呢访韩，他视察了这么多的军事单位。那很明显的就是向外传递出来，美韩呢在军事方面的进一步的密切联系，特别是韩国现在对于空中以及呢对于太空这方面的能力越来越重视。那么美国呢，它必然会加强的和韩国呢在这些领域的合作。那这个实际上呢不排除美国以后呢和韩国之间在军事航天方面有这种更大的动作。显然。那这如果是真的往下推行的话，对于朝鲜来说，这是非常大的刺激。在韩美首脑进行会晤之后，双方也表示将会提升对朝鲜的威慑措施。那么这些威慑措施具体会有哪些？提升那个朝鲜的那个就是威慑措施，威慑就是遏制措施嘛。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外交国防2+2高级这个威慑战略协商机制的这个恢复。所以呢，这次恢复2+2这个高级威胁战略协商机制呢，这里可以包括协商美国保护核武上这个核保护，然后呢什么战略武器怎么样部署，或是这个美国跟韩国的军事联系的加强。所以这可能是韩国跟美国之间呢对朝鲜遏制措施协商的最高机制。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朝鲜半岛一旦紧张局势加剧，相较于以往可能会有更大的风险。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各方应该共同努力管控风险，重新回到对话的轨道。那么这种可能性究竟有没有？如果有，要怎么样才能够实现？很多人担心南北韩关系更恶化，那会不会解决局面？第一个，可能现在刚朝鲜碰到这个新冠肺炎，这个之下朝鲜可能走这个可能合作的一个领域的可能开始的。另外一个呢，我看呢，第三方如中国一样的这个可以影响的非常有效的方法介入，这样的话呢，可能找到突破口。几乎是过去的30年啊，我们尝试过多种这个对话的形式啊，有这个3边的、4边的、6方的，有美朝双边的，都试验过，但是呢，始终没有能够解决特别核心的就是朝美之间的问题。那么这个里面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这个如何解决朝鲜的安全关切的问题啊，如何实现美朝关系的正常化的问题，特别是现在朝鲜已经拥有了相当的核导能力，应该说呢，现在半岛无核化的这个前景呢就更加的困难了。那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美方呢，拜登政府可能也应该说没有特别强的兴趣去跟朝鲜方面去进行一个会谈去做一些实质性的让步。我觉得好像美方的兴趣都不太大。韩方的这个推动也不太强，那么这种情况下能谈成什么样呢？我是有一点怀疑的。5月21号下午，拜登强调，韩美商定尽早重启延伸威慑战略磋商，同时批评朝核严重威胁半岛乃至世界和平稳定。韩国总统尹锡悦则再次重申，只要朝鲜契合，将助其发展经济。因为联合声明当中要提到要重新引进这个美国的战略武器，所以这个也是韩国非常关注的一点，而且有可能对半岛局势会形成一个新的恶化的因素
战略武器加上这个所谓的延伸威慑战略这个机制，这个双方也是表示要重启。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也是值得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说美韩之间的这些动作，包括联合军演，接下来会对半岛局势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刺激？这是一个负面的一个变量。美韩自己在不断的在一点点的刺激朝鲜，然后呢，使得呢整个半岛局势不断的这种变得越来越紧张。那这个才是美国的真正用意它是通过的这种不断的往前拱，加强美韩之间的关系。像美国方面呢说得很清楚，其实加强美韩之间的关系，然后进一步强化了美国在韩国的军力部署，使得呢韩国越发的紧密的绑在美国的身上，这才是美国的真实用意此前外界普遍关注此次韩美首脑会议中是否会谈及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等相关议题。With regard to whether I would meet with the leader of North Korea, that would depend on whether he was sincere and whether it was serious. 拜登政府对此的顾虑也在几次犹豫反复中表露无遗。例如，美方曾一度释放消息称，拜登会在访韩期间与文在寅举行会谈。韩国前统一部长官丁世炫表示，文在寅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有着特殊的友谊，拜登或考虑让文在寅担任对朝特使。然而，随后美方又在拜登抵韩前一天矢口否认，称拜登没有与文在寅会晤的计划。关于拜登是否要参观韩朝非军事区，几乎是上演了同样一波先放风再否认的戏码。就在上周，拜登还表示会考虑前往韩朝非军事区，引发韩媒争相报道。随后，白宫方面又表示，拜登不会前往非军事区。有分析认为，一般来讲，美国总统访问韩朝非军事区，大体上有2个方面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近距离感受韩朝对峙，另一方面则旨在对朝施压。拜登此行不去非军事区，也令外界质疑其对朝鲜的态度究竟是过于谨慎，还是仍处于战略模糊阶段。今年4月，朝鲜在街头列队展示其导弹，身穿白色军装的金正恩发出强烈警告，任何威胁朝鲜的敌对势力将不复存在。5月4号，尹锡悦就任前夕，朝鲜又发射了1枚弹道导弹。韩媒将此视为朝鲜方面对尹锡悦的强势回应，而就在朝鲜新冠疫情严峻之际，尽管韩方主动提出了合作提议，但朝方却接连数日未做出回应。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朝鲜半岛局势很可能呢是朝着紧张的方向进行发展的。这个是由前一段时间，那美韩就不断的在进行的这种勾连嘛。你像他们在一起呢进行这种联合军事演习不向朝鲜方面的去进行通报。韩国呢又不断的放出来这些对朝鲜的狠话，还有就是美国呢，他也一样，他呢不再去强调呢这种对话，相反呢，他是不断的在刺激朝鲜，让这个半岛局势呢进行升级，然后呢他呢能够趁机去对朝鲜呢进行进一步的制裁对韩国呢则是进行进一步的这种控制。这呢情况下呢，你想肯定是不可能让半岛局势的缓和的，只会呢向着这种紧张的方向的进一步的发展。尹锡悦在竞选过程中还曾承诺要在韩国再部署一套萨德系统，但韩方近日公布的施政大纲中并未将追加部署萨德列入其中。分析认为，尹锡悦的相关表态更类似于向美方交出投名状，因为部署萨德显然更有利于拜登政府推行的印太战略，让美方得以在东北亚地区形成战略威慑。尹锡悦呢，像他竞选的时候，那可以口无遮拦说各种话表达自己的这种强硬的态度取悦呢韩国的保守派。但是真正当他呢上台了，要执政了，那面对的事情呢就跟他竞选的时候不一样。竞选的时候乱喊，那不用负责任那现在上台了就不一样了。那这个呢，如果说你现在尹锡悦呢把朝鲜半岛局势给刺激起来了，那么接下来他呢会怎么去进行呢这种后续的处理